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敏，欢迎收看东客及创意学院客制化学程。这里会教大家如何从无到有定制袜子的客制化流程。我们的流程总共分为5个阶段：沟通需求、设计定稿、打样、订单确认、出货。在上一个阶段，我们已经确认完样品，也已经有正式的报价了，还讨论过袜子的包装方式，所以正式生产所需要的天数也能估算出来。在这一集影片中，我要说明的是，在订单确认以及最终的出货阶段，我们要注意哪些重点。首先是订购的数量，如果数量太低，没有原先预估的那么多，报价也会有重新调整的可能。比如打样的时候说应该会制作1000双，报价也是依此数量计算。订单确认时却说因为不太确定市场反应，想只做300双，但是总生产量变更，人力和设备的固定成本不变，所以分摊之后的平均成本会变高。而且不只是袜子的成本变高，包装材料的成本也会变高哦。如果销售的时候有各种考虑的话，建议在打样阶段就告知，双方一起讨论可能的方向，才能让专案顺利完成哦。确认单价和数量之后，还要确认出货日期，并且要考虑运送方式。我们的报价已经包含单次单一地点的内陆运送。如果要分批出货，或是分不同地点出货，我们的运费要另外计算。若是海外运送的话，也建议要提早告知，因为我们的报价是不包含海外运送。客户会有额外要负担的时间成本和费用，越早规划才能确保专案顺利完成。订单确认之后，也要尽快安排订单总金额的 30% 作为定金。工厂收取定金是为了购置原料和保留机台的必要。如果太晚交付定金的话，原先安排的出货日期也可能会延后。当袜子的订单确认后，不论包装的制作是否委托东客及协助，都要记得确认包装材料，采购是否能配合工厂的交货期。工厂收到定金后，就会开始安排生产，在大约出货日期前1周的时间，会通知安排交付订单总金额 70% 的尾款。收到尾款之后，我们会在出货前1天提供包装明细。包装明细是写明各箱的编号和内容物款式数量等等的资料，供客户收到货之后核对。如果对于出货外箱的规格有要求，诸如智慧仓储的环境在箱子高度、宽度，或是装箱重量和箱子的外观有规定，也应该尽早告知哦，因为定做外箱也需要时间。如果对这些没有概念，我们就用一般的情况帮您做安排。出货后会提供托运的追踪单据，如果内销有开立3联式发票的需求，要记得告知发票的抬头、统编、发票收件人等等资料。以上就是我们最后2个阶段要注意的事项。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拜拜。